一夜之间，地球上所有的植物都变异了。我家里的榕树盆栽一夜之间长高了200米，把我的房子变成了树屋。我囤了大批物资，躲在家里过上了与世无争的生活。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鼻尖萦绕着一股霸道的香辣味。扭头一看，一碗吃剩的泡面就在桌子上放着，啃了好几年难以下咽的粮食团子，我哪里扛得住这种诱惑？红彤彤的面汤尚有余温，一时间我什么都顾不上，端起来就往嘴里送，真香，真好喝，咸香微辣的滋味充盈在嘴里，我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像饿死鬼一样把家里能吃的东西都翻出来吃掉，才有心情思考眼下的状况。没错，是重生。3个月之后，地球上所有的植物都将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异，它们有的进化出攻击性。大多数粮食和果蔬都变大了，但味道却变得难以下咽。那时候能吃的东西很多，人基本不会被饿死。但人的欲望不是只要饿不死就能满足的。吃惯了精心培育出来的鲜美甘甜的蔬果，谁能甘心吃树皮一样干涩难嚼的东西呢？反正我是不太受得了，经常和别人一起寻找稀少的、味道过得去的果子。最后我不小心被变异植物杀死了，然后就回到了植物变异之前。我第一反应就是囤大米蔬菜、囤水果、囤调料、囤所有能入口的食物。父母去世后留给我很大一笔财产。于是我辞了工作，马上开始了采购。植物发生了变异，动物倒是没什么变化，所以之后几年我还是能吃到肉的。不过连动物都觉得变异植物做的饲料难吃，长肉的速度大大下降。那时候肉价几乎涨到了天上，一只1斤半的鸡居然能卖到3000块，少有人能吃得起。但我空有很多钱，却买不到太多肉。所有的食物都像上世纪一样按人头供应，我每个月都数着日子，等待着肉类供应的时间。慰藉我吃干粮团子，吃到干呕的胃。干粮团子就是变异的谷类和蔬菜搅碎做成的团子，人们每天都吃这个当主食，因为除了肉之外，所有的食材都变得很难吃，所以餐饮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大家给食物分了3个等级，分别是普通难吃、超级难吃和地狱的味道。我订了20个大型冰柜，往其中10个里面装满了各种冷冻肉类和速冻食品，雪糕也装了半个冰柜，大块的牛羊肉、整扇的猪肉、收拾好的鸡鸭、鹅肉还有它们的蛋，填满了每一个角落。希望在今后的日子能一直实现肉类自由。剩下的10个冰柜，我用来装各种处理好的冷冻蔬菜和水果。蔬果和肉不一样，没办法冷冻保存，所以我买了专门加工过的冷冻果蔬，然后买了大批的菜干和果干。此外还有米面油、饼干、面包、泡面、干果、肉脯、火腿肠、可乐、薯片、巧克力、糖果以及各种调味料和榨菜罐头。我直接对着超市里的品类挨个下单，每种都是按箱囤的，订购的太多，老板还说要亲自送货上门，被我拒绝了。我特意买了辆货车，雇人把买的东西装到车上，运送到指定位置，然后我再过去把车开到租赁的仓库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买了这么多东西，所以非常小心。但这些东西最多也就能存10几年，所以我还买了很大一批压缩饼干、军粮罐头等等，确保我这辈子都不用勉强自己啃粮食团子。账户里的数字如流水一般下降，我盘点着手里的钱，把名下的几套房子挂上网卖掉了。植物疯长后，物价也跟着疯涨，后来的10块钱都没有现在的1块钱值钱，所以在货币贬值前，我得尽量把钱都花完。我囤了很多生活用品，上到各种家用电器、床上用品，下到肥皂、手纸、卫生巾，加起来都快能开个日用百货店了。植物大规模变异之后，电力和水利系统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后来抢修得很快，不到半个月就恢复了大半。有备无患，我买了100桶装水回来，连太阳能和发电机都买了2套。有的东西不是很好买，比如发电机需要的柴油能源、各种常用药以及外伤药，这些都不允许大量购买，我费了很大气力才弄到一些。我每天都抱着手机疯狂的买，把所有我能想到的东西都买了很多，时不时的查缺补漏，直到银行卡里的余额变成了可怜的3位数。我心满意足的守着堆积的满满的仓库，思考着接下来自己要到哪里生活。思来想去，我好像只剩下一种选择了。7、8年前，我父亲在老家新盖了一栋3层小别墅，外表看起来十分洋气，也十分安全。高高的院墙上安装了电网，别墅里还有一整套全自动防卫系统，只要我不允许，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房子整体浇筑了抗地震材料，安装了10几厘米厚的钢制门和钢化玻璃窗，据说哪怕遇到9级地震或是15级台风都能安然无恙，这让我一个年轻单身女性感到十分安心。大小也是个富豪嘛，安全当然得上心了。我还记得父亲向我和母亲介绍这栋别墅时眉飞色舞的样子，想到他们，我情绪低落了一下。几年没回来，房子积了一层厚厚的灰，我雇人里里外外的打扫了一遍，又把一套太阳能板和发电机安装上，把别墅自带的储水槽都装满了水，这些水是留着洗澡和洗衣服的。收拾好别墅之后，我每天都趁着夜色偷偷摸摸的开车把物资搬运回来。别墅建的位置很好，离最近的村民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才能让我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频繁的来回运货。整整一个仓库的东西把我累得死去活来，但一想到这些是我日后生活的资本，我再也不用像上辈子一样抠抠搜搜，过着吃点好吃的都能把碗舔干净的日子，我就又充满了干劲。最终总共320平的别墅，包括地下室，都被成箱的物资堆满了，我的心彻底的安定下来。由于东西堆得太满，我的活动面积被压缩到了10几平，沙发、柜子、桌子都挤在一起，连我心爱的榕树盆栽都没地方放，委屈的挨着我的床。这棵榕树原是我在逛花鸟市场时捡回来的盆栽，因为很多人都嫌榕树摆在家里晦气，卖花的人卖不出去，就把它丢弃在路边。我看着这小树还挺有意境的，就带回家养了起来，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大榕。劳累的日子过去了，我每天都宅在家里看书上网，偶尔出门散步。哟，这是冉冉吧？这么长时间不见，都长成大姑娘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有空来婶子家吃饭啊？我从出生起就和父母住在城里，长辈早逝几年才会回来一次，没有父母在一边提醒我，根本记不起来这些长辈都是谁，只能礼貌的微笑，然后应和几声。实在应付不来这种场面，我渐渐不再出门。
躲在家里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植物是在夜里发生变异的，人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端着咖啡坐在卧室的窗前，准备熬夜见证一下历史。然后我不小心睡着了，不知道是躺椅太舒服，还是早睡早起养成了生物钟，我的眼皮控制不住的合上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了过去。直到阳光照射在我脸上，我才在半梦半醒中想起了什么。一个机灵清醒过来，我顺着窗户向外一看，震惊的瞪大眼睛。舒卷的大片云朵在湛蓝的天际飘过，隐约的远山连绵成片，成排的村落变成棋盘大小，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挤成可怜的一小块。植物大规模的异变如期来临，但是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我愣愣地看着距离我起码有200米的地面，整个人都傻眼了。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莴苣公主了？一觉醒来，我的位置凭空高了200米。这个高度不过是60多层楼的高度，但高楼有电梯，树上没有。我跑到别墅的天窗向外看，最终确定了原因。一棵不知道什么品种的树急剧生长，一夜之间就把我的别墅带到了天上。而且它很贴心，没破坏家里任何设施，连院子都被完整的托了起来。现在我头顶上是华盖一般的树冠，周围是垂落的气生根。我的房子就在树干顶端，像个坐落在原始森林的天然树屋，跟它比起来，什么海景房都弱爆了。现在这座房子的身价起码提升了10倍。不得不说，要不是我对这株变异植物还有一些疑虑，我早就兴奋地开始跳舞了。有吃的喝的，又居住在远离地面的一棵强大变异植物上，以后我简直可以躺平生活，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了。只是这棵树的品种好眼熟，好像是我沉思着扭头，果然看见了一个空荡荡的花盆，之前还在的榕树盆栽不见了。我就说嘛，除了我卧室里的盆栽之外，家附近哪里来的榕树？不愧是家养的树啊，长了这么大的个头，既没有破坏我的地板和地基，也没有破坏别墅的结构。知道了脚下的树是我家盆栽的时候，我松了口气。大概是因为从小养到大，我觉得大榕虽然变异了，但不会害我。昨晚它那么大的动作，我一点动静都没感觉到，家里也没有任何被破坏的痕迹。它小心地从花盆里出来，长大把我和房子都护在它的树干中。我愿意相信它对我是友善的。这时树下传来一些模糊的喧哗声，我向下张望，但距离实在太远了，人在我眼里比蚂蚁都小，根本看不清发生了什么。幸好之前囤货时还买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望远镜，我拿着望远镜才看清下面的人。农村植物多，除了房顶能依稀看出原来的样子，其余的角落里都充满了绿色。有村民发现了大的惊人的大榕树，他们的院子被疯长的植物封锁，没办法穿过去聚在一起，所以纷纷爬到房顶上喊话。他们张大了嘴巴，对着大榕指指点点。我的角度能清楚地看见他们，但他们却没办法看到我。手机震动个不停，我拿起手机打开村委会组织加入的微信群，快速滚动的消息像刷屏一样。他们惊慌地互相询问怎么回事，有的担心居住在外面的亲人，有的说家门口种的菜把房子都缠住了，还有几个提起了突兀矗立的大榕树。突然有人艾特了我，那儿不是莫家的房子吗？漠然，你还在吗？我犹豫了一下，没有回。大榕身上是难得的天然庇护所，而我的生活物资也充足，所以不打算从树上下去。既然不和村民们打交道，那也没必要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我关掉微信，打开网页，数条推送的新闻跳了出来。植物生长异常，大片城镇化为森林，各处公路被树木封锁，现在情况不明，呼吁群众躲在家里，不要外出涉险。一旦有紧急状况，马上拨打报警电话。生物大清洗，末日来临，灾难咆哮，植物崛起，这是地球母亲的怒火。人类是否该反思自己？和上一世一样，植物大异变这件事超出了人们的认知。网上所有的消息都是关于这个的。我浏览着帖子，很多人都分享了自己拍摄的视频和照片，评论下面或是慌张，或是兴奋，全都在讨论这前所未有的情况。有人说末日要来了，信某某神可以消除痛苦和烦恼。我麻溜的点了举报，有人惊慌的说家里养的花也变异了，开始向他吐口水，问大家该怎么办。我没办法帮助他，只能点了个赞。有人晒出自家地里种的果子，原本拳头大小的苹果膨胀数倍，几乎有人头那么大。下面很多人都催着他尝一口，问是什么味道。我乐了，末世后的植物普遍变大，但要么味如嚼蜡，就像嚼干了汁水的甘蔗，要么变成了奇葩的口味。苹果吗？我记得它的味道就像是灌了酱油的朝天椒。果然没过一会儿，贴主更新了2张照片和一大段国骂，一张是吐出来的一口苹果，一张是他肿成香肠的嘴唇。我和网民一起哈哈哈哈。也有人忧虑蔬果变大了，大部分口感都变糟糕了，那人类要以什么作为食物呢？我叹了口气，没变异的食物有限，吃完了之后人们的日常主食就变成了变异植物做的粮食团子，那种一边难吃到翻白眼，一边拼命灌水咽下去的感觉，占据了我大部分回忆。所以重生回来后，我一直变着花样的给自己做饭吃，希望能把那种感觉从脑子里清除掉。我现在储存的食物保存得当的话，够我吃一辈子了。打死我都不愿意再吃一口变异植物做的粮食了。我打开窗户，深吸一口植物海洋制造出来的新鲜氧气。阳光从云层间跃出，人烟散尽，万籁俱静。我拿着手机拍下这一幕，但不知怎么，我手指一松，手机脱手而出，自由落体。完了，我心里惊呼，从7、8米的高度掉下去，手机大概是要报废了。没想到一道影子速度很快的向下窜，一把捞住了我的手机。我愣住了，眼睁睁看着一根原本静止的气生根活了过来，卷着掉落的手机送到我面前。我拿过手机，抓住这一气生根，像握手一样握着这根树枝摇了摇，树枝像是回应我一样也晃动了一下。大榕，我试探的叫了一声，它又晃了晃。我的天，我瞪大眼睛，这植物进化的也太厉害了，大榕居然有了自我意识。
虽然有的植物会攻击人，但它们只是有一些本能而已，不像大龙一样能自主和人交互，对我说的话也有反应。我心里十分惊喜，同时想起了一些事。上辈子大龙也发生了变异，个头不是很高，但根系延伸了我大半个房子。现在回头想想，可能是因为上辈子我住的是顶楼的平层，大龙接触不到土地，没吸收到营养，所以才没像现在一样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没想到居然是因为住的地方不对，耽误了我抱上变异植物的大腿。我深深叹了口气，心里复杂又庆幸，重获新生是我最大的幸运。有了上辈子的经验，再加上超级变异的大龙，这辈子我一定要过得更好。我和大龙玩了一会儿卧树之游戏，准备去上个厕所，并洗漱打开马桶盖时，我突然僵住了。我深深地凝视着马桶，思考着它现在通往哪里。我该祈祷大龙在掏我家地基时，把我先装的独立化粪池也一起掏上来了吗？如果他没意识也就算了，这些身外之物对他来说是肥料，但现在他有意识了，我觉得我做不到在他身上上厕所。我按下了冲水，仔细听着水流的声音，没听出来他的声音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我实在憋不住了，忍着尴尬的情绪，自暴自弃地坐在了马桶上。洗完手出来之后，我觉得我都面对不了大龙了，自来水管和电线都断了，大概是再也没有修好的一天了。我现在用的水是水箱里存的，电是备用电源自动续上的。大龙的树冠挡住了大部分阳光，太阳能板储存的电量不多，但也足够我使用了。再加上我有柴油发电机，并且存了不少柴油，起码5年内不用担心能源的问题。我和大龙沟通了一下，问他能不能把别墅的院墙遮挡住，毕竟200米也不是特别高，万一有人手里也有望远镜呢？隐蔽一些能避免很多麻烦。大龙明白了我的意思，调动了很多气生根，垂挂在房子外面，像给房子拉了一道窗帘一样，还贴心的把卧室的窗户留出来，供我向外看。我高兴的给他高歌一曲，屋子里的气生根瞬间跑光了。我之后的日子过得十分惬意，虽然我独自一人，但有了大龙的陪伴，我再也不觉得孤单了。我一边给自己做各种美食，一边时不时撩拨一下大龙的树枝，给他展示我难听的歌喉，还教他学干活。大龙像个没脾气的宠物，大多数时候都慢吞吞的，但又十分听话，短短1周就学会了自动给我擦地。我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有时候自己也在想，大龙是植物，和人的构造不一样，他有可能根本不理解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所谓的人性和感情都是我强加上的？他只是能从我分泌的激素来判断我的情绪，从而给我对应的反应。但抛开科学的解释，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个纵容我、陪伴我的大龙对我是有感情的。我洗了一盆小柿子吃，一边吃一边和大龙感叹，我的新鲜蔬果存量不多了，植物变异之后，就算是从前的种子也种不出没变异的果子了。这种原生态的水果真是吃一个就少一个了。听着我的话，大龙伸出一根枝条，凑过来卷起一颗柿子。我笑着和他开玩笑，你也想吃啊？那拿走吧。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把10几个小柿子捧到我面前，我十分奇怪，所有的小柿子刚刚已经被我吃光了，这些是他从哪里弄来的？我这么问了他好几遍，结果他当着我的面把枝条插进一个小柿子里。转眼间，小柿子在它的树枝上延续着生长出来，开花结果，一整只熟透了的柿子放在我的手里。我瞪大眼睛，心里震惊地奔腾过1万句牛逼，这就是传说中能结出各种水果的神树吗？那我岂不是很快就能实现水果自由？我再一次忍不住遗憾我缺少食物的上辈子，然后拿出了所有的蔬果和种子，让大龙催生。当初我觉得买种子没用，但鬼使神差的一个种类买了一小包，如今派上了大用场。我拿出草莓、西瓜、葡萄的种子，大龙都轻松地种了出来。但是桃树、梨树这种木生的果子，用种子种就十分费力，除非是用果子的梗架接上去，那就能结出来单个的水果。当天我幸福地狂炫了一盆草莓，植物疯长，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首先是出行和运输受限，不少公路和铁道都被从地下钻出来的植物破坏，紧急抢险之后才勉强恢复基本的交通。其次，大多数植物的性状都发生了变化，土豆变成石头那么硬，薄荷散发出刺鼻的汽油味，柳树居然会自动抽飞路过的鸟。就算是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的地区也演变成不同的样子。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现在则是橘生南方则为榴莲，生于北方则为石头，搞得网上一片哀嚎。现在升起了一种新的炫富方式，就是发自己吃未变异蔬果的视频。我特想炫一下我手里大盆的草莓、葡萄、车厘子，但想想还是算了，低调一点，闷声发大财。官方下了大力气安抚民众，人们虽然有惶恐，但仍充满希望。只是现在硬性条件不行，人们的生活着实是不好过。大龙下面的村庄时不时的传来争吵声，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报废了，别说把作物收回来了，就连过去看一眼都需要很大的勇气。曾有村民家里没菜了，想去菜地里摘一把，结果被豌豆射手打了回来，据说像是经历了一场冰雹，打的人身上满是青紫。我一直在村子里的微信群潜水，所以总能在里面吃到瓜。这会儿下面又吵起来了，女人尖锐的声音歇斯底里，连我都能听到一些。有一家的女孩被克扣得很了，饿得半夜去摸菜吃，结果被菜打出一身伤。女孩的母亲几乎崩溃了，一边哭骂丈夫和公婆，一边抱着女儿挨家挨户的求药。可一般的人家里能准备点退烧和消炎药就不错了，怎么可能有治外伤的药？我拿着望远镜偷偷往下面看，看着那满身是伤的小女孩和绝望的母亲，我心里像被揪了一下，很不是滋味。当初囤货的时候，我买了不少药，云南白药的药粉有整整1箱，里面的保险丝可是好东西。在这个几乎被封锁在山里的村子中，它可能是唯一能拯救女孩的东西了。但我现在之所以有安全而平静的生活，都是靠大龙以及自己的隐蔽。一旦我暴露了，村民们一定会时刻关注着我和大龙。到时候大龙的特殊性说不定会被发现，虽然大龙很强，但我不敢赌，会不会有人费尽心思除掉它，并拿它去做研究？只是让我对不幸的人见死不救，我也做不到。我取了一瓶药交给大龙，反反复复地交代了他很多遍。大龙的枝条在我眼前晃了晃，像是说让我放心，就缠着药瓶嗖一下不见了。没过一会儿他就回来了，邀功似的给我比了个心，我笑了出来。他这是天天在我身边和我一起盯着手机时学会的吗？我拿药之前村子里的动静已慢慢消失了，现在更是彻底平静下来。我让大龙在没人的地方把药给那位母亲，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给孩子用上。我蹲了几天微信群，没有多余的消息，看来小女孩是没事了。最近一段时间连绵的雨下了半个月时，及时停，今天终于彻底停下了。
大榕的树冠足够大，堪称遮天蔽日。我平时想晒个太阳都晒不到，更别提被雨淋了。大榕的气生根连成了一整片小树林，幸亏我家的位置离最近的邻居都有一段距离，不然他们的房子就别想要了。我一边窝在躺椅中看窗外的风景，一边用勺子舀着自制的酸奶水果捞往嘴里送。我嘴里满是水果的香甜和酸奶的醇厚，心想这么大一盆水果捞，现在要是放在外面，估计上千块钱都有人买，我可真奢侈啊。我原本想找一部剧来打发时间，可不知怎么心里总是有些烦躁，一点也看不进去。大榕也不太对劲，它的树枝平时活动的时候都慢条斯理的，今天却十分毛躁。我问大榕怎么了，它的枝条细细局促的卷了只黑壳的虫子给我看，我强忍着头皮发麻的感觉仔细看着，认不出来，于是百度拍照上传，查出来了这虫子的名字：榕八星天牛，专吃榕树的树皮和树干。大榕，你闹虫子了？我惊讶地问，我以为像大榕这种级别的变异植物是不会有什么虫子能给它造成影响的。大榕委屈地点了点树枝，又掏出一个蛾子给我看。我一查，灰白蚕蛾是吃榕树叶片的。我神色凝重。大榕自从变异以来，枝干都加强了不少，毕竟是可以自由活动的树枝，和以往的普通树枝不可同日而语。能让大榕这么焦躁，虫子的数量一定不少。我的确是囤了一些杀虫剂之类的，但数量不多，只有2箱。这么点分量，对比大榕庞大的身躯，真是杯水车薪，但又总比没有好。我戴了 N95 口罩和防护眼镜，手上套了胶皮手套，把所有的杀虫剂都倒进了一个大桶里，然后装进一个大号喷壶。我手把手地教会了大榕用法，让它把药喷到虫子最多的地方。杀虫药有限，得省着点用。我在网上发布了收购杀虫剂的帖子，很久也没人回复。我正想着要不要拿点稀缺的东西，把有杀虫剂的人调出来。大榕留在屋子里的枝条瞬间暴动起来，我愣住了，连忙问怎么了，大榕？大榕当然没法回答我，它的枝条轻轻推着我的腰，试图把我往别墅中心赶。我十分莫名，努力扭头往回看，天不知什么时候变得特别暗，远处的云黑压压的一片，是又要下暴雨了吗？不对，我从大榕的枝条中挣脱出来，抄起望远镜看过去。那铺天盖地的黑云不是什么云，而是大片的虫子，是虫灾。一阵寒意顺着我的脊梁窜遍全身，我浑身僵硬，心里发紧。可能老一辈的人还见识过蝗虫灾，可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多的虫子。我的第一反应是大榕怎么办？身上生了些虫子就让它特别难受。而现在这些虫子的数量我不敢想，这批虫子的速度特别快，这么一点时间，它们就靠近了许多，像汹涌的洪流一般扑了过来。我连忙指挥大榕，让它把所有的气生根都聚拢过来，保护主体。树冠肯定是保不住了，但榕树有种特性，就是只要有一段树根就能接着长起来，所以大榕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根。大榕一直让我去它树心的位置待着，但我实在放心不下它。别墅的墙和玻璃都是用特殊材料做的，虫子咬不穿，但大榕并不懂工业产物的强度，只是执着地推我，最后着急地强行把我卷了回去。下一秒，四周响起了沉闷的噼里啪啦的声响，是虫群到达冲撞树干的声音。我抱着膝盖坐到地上，心里沉重而压抑，脚下的地板微微震动。看来大榕很努力地在应对虫群，一片黑暗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十分难熬。我很奇怪的，不是很担心自己，只是很怕大榕熬不过去。万一……我甩了甩头，不愿意再想下去。我掏出手机上网搜索，发现已经有人上传了虫灾的视频。我点开，镜头摇摇晃晃的，但拍得很清楚，一片虫子振翅飞过。原本茂盛的植物10几秒就消失的连渣都不剩。这次的虫群不是单一的蝗虫，而是各种品种的虫子反常的聚集在一起，有的吃叶子，有的吃枝条，齐心协力的吃光一片又一片植物。之前还茂盛到猖狂的绿色，像用橡皮擦掉了一般，迅速消失。有人评论说这是大自然给予动植物的平衡。我没有那么宏观的眼光，我只想让大榕活下去。空间震动的越来越厉害了，大榕大概是快坚持不住了，我急得都快哭出来了，拼命的想办法。就在我近乎绝望时，脑海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曾经大榕只不过是接触了其他植物的种子，就能结出那个植物的果子，那把它的枝条泡进杀虫剂里，会让它获得杀虫剂的特性吗？我想到这，急忙往外跑。我记得还没来得及用的杀虫剂还剩了半桶，借着手电筒的光，我摸到了那半桶杀虫剂，万幸它在摇晃中没怎么洒出来。我大声呼叫大榕，过了一会儿，一根枝条有气无力地缠着我的手，快，像以前一样，快把它吸收了结出来。我把枝条按进桶里，语无伦次地催促它。我不知道这么异想天开的想法会不会给它带来一线生机，但大榕给我带来了太多的奇迹，我希望这次也一样会有奇迹发生。我心焦地等待着，许久，光线一点一点亮了起来，外面大片的虫子坠落，虫群前赴后继地补上来，又瀑布一般的落下去，成功了！我几乎喜极而泣。许久，虫群彻底过去了。我透过窗户向外看，放眼望去，一点绿意都不见，棕黄的土地裸露在外面。大榕萎靡了很多，这次的灾难让它元气大伤。我把买种子送的所有肥料都喂给了它，希望它能尽快缓过来。当我拿起手机的时候，微信群里的消息让我心头一惊。那是一个不过1分钟的视频，虫群来临时，大榕顾不上隐藏，树枝满天飞舞，拼命地拍打虫子。有人在房子里躲避虫巢时，拿着手机录下了这一幕。群里炸锅了，他们一直以为大榕和其他变异植物差不多，只不过个头大了些。但现在大榕表现出来的智能和攻击性，显然突破了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有的兴奋地说树成精了，有的说太可怕了，要报警把大榕砍掉。连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都破天荒出来发了一句他是灾厄，气得我直翻白眼。我家大榕碍着你什么事了？张嘴就说他是灾厄。我气得想对回去，但想想还是忍住了冲动。我和大榕能苟就尽量苟着吧。突然一条微信闪过，有人艾特我，并问了一句在吗？你还活着吗？我皱了皱眉，放下了手机。从那以后，村民对大榕的关注明显提升了。我经常能看见他们离得远远的，围着树转圈，因为他们一靠近，大榕就抽他们。大榕的体积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双方的战斗力不是一个级别，他们看了许久也没看出什么。我尽量保持安静，并且警告大榕一定要老实。没办法，人和树的权重不一样。
如果大荣不伤人的话，就算报了警，警方也不会费大力气除掉大荣。但伤了人就不一样了，保护民众是他们的行为准则。我怕他们真的把大荣消灭掉。我很想就这样相安无事的生活下去，但人生总有意料之外的事出现。这天半夜，村子里突然喧哗起来。我睡眼惺忪的拿着望远镜坐在窗边，同时打开微信群，然后心里一激灵，睡意全无。村里有个老人突发高烧，家里没有药，问了一圈村里人，谁也不愿意拿出来，都说没有。这家人急了，闹得很厉害，推脱来推脱去。有一个人突然提起之前饿了去摘菜吃，结果被打伤的小女孩说她家没有药，小孩也好好的，肯定是家里有药，怂恿他们去问小女孩家。于是他们全家都闭上了门。我心里忐忑，观察事态。我对他们能保守秘密，不说出药的来源这件事不抱希望，因为在他们眼里，这药本来就是没有来源的。我让大荣把药悄悄放在那对母女后面，用树枝戳他一下，然后赶紧溜走，不要被他们发现。我相信大荣的执行能力，一般人也不会把这件事和我们联系上。但需要药的这家人太执着了，这么闹下去，村里一排查，马上就会发现这瓶药不是他们任何一个人拿出来的。我紧张的不行，但出乎意料的是，那个母亲似乎并没有供出我，因为已经有人冲上去对着他拳打脚踢了，我指甲都快陷进肉里了，心里火烧火燎的，气得咬牙切齿。畜生玩意，有药也不给你！他的女儿小小的身影不断去挡着妈妈，然后又被毫不留情的甩出来。他一边大哭一边说了什么，打人的人动作停了下来。我心里有种不妙的预感。有几个人举着手电筒向榕树照了照，但天太黑了，手电筒的光也照不了多远。于是他们聚在一起说了什么，各自散去了。我不太相信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果然，小山村陷入了平静，群里爆炸了，所有人都开始拼命艾特我。不知是我哪里出了纰漏，他们似乎笃定了我在树上的事实，轮番用语言轰炸我。在吗？你还活着怎么不吱声呢？把药拿出来吧！没有药，老人就要死了，害死一条人命，你不觉得亏心吗？你不能这么自私，你父母从小在村子里长大，你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你家还有粮食吗？你怎么不回？我看着群里的消息如坠冰窟，又慌又气，这都是一群什么不要脸的人。我不想看群里道貌岸然的嘴脸，干脆关了手机去睡觉。大荣见我这么生气，还特意拍着被子来安慰我。我睡得不太安稳，早上被生物钟叫醒的时候，两只眼睛都挂着黑眼圈。微信群里见我一直不回复，从卖惨打感情牌到威胁谩骂，你等着，你还能永远在树上待着吗？等你下来，我就弄死你。哦，抱歉，我确实没打算下去。你信不信我把这树砍了？不信，除非你把盘古的斧子拿来。树是不是怕火？对了，你应该也怕火。你猜，是你成功把火烧起来，还是大荣先把你抽飞？睡了一晚上，我的心态平稳了很多。以前一直担心我和大荣被发现，但这一天真的来临时，我仔细想想，能威胁到我们的其实不多。大荣的武力值实在是很高，如果不是特高危的话，我想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有人想和他动手。想通之后，躲躲藏藏似乎没什么必要了。有大荣在，我不信他们能突破大荣的封锁，爬200米高来找我麻烦。于是我大大方方在群里回复：各位，对本人的侮辱和谩骂，我已经保存了证据，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本人现在已经报警，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这种狠话放出来确实爽，当然也让村里人的态度愈发恶劣。村里纠集了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向榕树走来，他们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个喇叭，对着树上大喊：你下来啊，我们跟你好好谈谈，快下来！见我没动静，喇叭里的话慢慢变成了脏话。我拿着手机通通录了下来，见我无动于衷，他们还真的提着汽油来纵火。但大荣可不是吃素的，无论是来扔垃圾的还是纵火的，通通都被他抽飞了。虽然面上很嚣张，但我私下还是不厌其烦的和大荣强调不可以过分伤人，强大而无害是他的保护伞，所以大荣一向有分寸。我们之间拉扯了许久，直到救援队来到村里，一群穿着迷彩服的人风尘仆仆的到来，他们带来了一批物资，并挨家挨户的登记人口数量和相关情况。查到我这里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让大荣把我送了下去。这是我时隔几个月第一次双脚踩到地面上，习惯了高空视角，恢复从前的角度时，我居然还有些不习惯。他们拿出了证件，收集了信息，并且给了我一份物资，里面有包装好的5斤大米和1桶挂面，还有一些干菜调料和看不出来是什么的食物。我不缺这些。看着他们满身的尘土和疲惫的神色，想把东西还回去。给我发物资的是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子，他笑了笑，用沙哑的声音说：拿着吧，这是上面分配下来的救灾物资，东西不多，省着点吃也够很久了。据他们所说，从得知虫灾的时候起，上面就紧急准备了一批物资，并派遣救援队来受灾地区救援。但很多地方情况严重，有没来得及躲进房子被虫子咬死的，有家里人生病没条件就医的，还有被饿成皮包骨的，事件太多脱不开身。于是到我们这个比较偏的山村时，已经过去1周了。我相当理解他们，因为我眼睁睁地看见了他们执行任务的困难，缠着想要更多物资的，家里各种事都要求解决的，发生摩擦要评理的，还有很多和救援队告我状的。那黑心肝的女娃让树打人，还捏着手里的药不给人用，害死了我们村的老人。你们快把他抓起来，还有那棵破树会伤人，也得砍掉。几个村民理直气壮的要求，还激动地冲上来想要打我，被救援队拦了下来。我早有准备，主动和他们交代了一些事。我没提大荣那超出寻常的智商和神乎其神的能力，只是说我从小养到大的树发生了变异，而且还认我这个主人。然后把群里村民谩骂我的聊天记录和他们找我麻烦的视频给他们看，他们用惊奇的眼神看大荣。我让大荣给他们表演了一下树枝握手。我从来没在网上看见第二个像大荣一样听人话的植物，他们想必也从来没见过，所以他们谨慎的要求采集了大荣的树枝、叶子和一小块树根，说会向上面报告这个情况。我心里有点虚，讲了大荣很多好话。他们见我这么紧张，还安慰我：没事，同志，你不用太紧张。我们走了那么多地方，也见过一些特殊的植物，上面的态度更倾向于观察、保护和研究，不会轻易灭杀的。而且村民对我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只是他们没有执法权，所以保留了证据，要提交给警局。我长舒了一口气，一直紧绷的心稍微放了下来。
和我之前想的差不多，植物变异之后的新物种太多了，在不确定效用和危害之前，他们的态度都很谨慎。我只要能和大荣在山里做一对快快乐乐的人和树就好了。救援队临走的时候严厉警告了村民，村民见军人也拿我毫无办法，不甘又无可奈何地看着我回到了树上。我重新整理了别墅，别墅里空出了很大一部分，我的活动空间也多了不少。不是因为我用掉的东西太多，而是我刚刚让大荣偷偷把一些物资运到了救援队的车上。之前我囤积了不少的菜干和果干，但有了大荣之后，我不缺新鲜果蔬吃，所以把绝大部分的菜干果干都给了他们。与其让这些物资在我这里闲置，不如让他们帮助更需要的人。虽然我怕他们不收，所以偷偷放上去，但我并没有做好事不留名，而是留下一张纸条，指定捐赠给救援队。哪怕能给大荣增加一点印象，分都值。自从上次救援队来过，村民们就都消停了下来，不再扯着嗓子骂街，也不会时不时搞一些小动作了。我的日子又惬意起来。闲来无事，我开始提升自己的厨艺。今天做曲奇、马卡龙和各种甜点，明天炖酱骨头配拔丝地瓜。再加上没怎么运动，我连称都不敢上了，怕原本的2位数变成3位数。只要我不知道，我就没胖。我自欺欺人的想，我一边靠着窗户眺望远山，一边享受着自制的草莓芋泥奶茶。这时，我突然发现有不少人进了村子，又有救援队的人来了吗？我拿着望远镜看过去，然后发现不对劲。映入眼帘的是几个熟悉的村民领着一些陌生人进了房子，他们大概有30多人，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如果这时候还能理解为是有人来村里探亲，那接下来的事足以让我警觉起来。那群人再次从屋子里出来时，身上居然都换了身军装，而且为首的人一边和村民们交谈，一边用手指着我的方向。真的是军人吗？不对，军人的军装都是一直穿在身上的，哪有到群众家里临时换衣服的？而且那些人的姿态也不对，一点也没有利落，干练的样子，行动散漫，脚步虚浮，手里小动作不断，看着他们明显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我的心紧张起来。这群人气势汹汹地来到树下，拿着喇叭喊话，上面的人听着，请马上下来配合工作，连喊了好几声，我觉得很无语，这是打算哄骗我下去吗？冒充国家公职人员，这些人可真行啊！我拿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向警方说明了情况之后，对方让我先不要冒头，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他们马上就出警，警局离这里有一段距离，等他们来到起码要2个小时，但我不算很担心，有大荣在，他们不可能突破大荣的封锁，威胁到我的。他们执着地喊了很久，各种话术都用尽了。我打定主意不理他们，于是无论下面喊什么，我都当自己不存在一样。僵持了一阵之后，下面突然传来轰的一声爆炸声，大荣瞬间狂躁起来，枝条齐刷刷地窜了出去。我惊得跳起来，扑到窗口向下看，就见下面的人往大荣的树根处扔了什么东西，落下来的瞬间轰然炸裂。大荣努力地用树枝拦截，但他们时机掌握得很准，扔过去还没等大荣接住就爆炸了。我看见他们带来的包里满满装着的都是这种东西，土制炸弹。我心里变得冰凉，能动用这种违法的武器，这群人就没打算善罢甘休。大荣的一部分枝叶和树根被炸得七零八落，燃烧的火星漫天飞舞。在强大的火力面前，不能动的大荣只能被动挨打。他还记得我嘱咐他的话，无论如何都没有用树枝去攻击那些人。别管我之前的话了，大荣，我急忙对他说，快用树枝把他们缠起来。大荣也被炸得很痛，他听话地伸出树枝去攻击他们。大荣长得很快，但树根不如稳扎稳打的树那样深和长，而且经历了之前的虫灾之后，元气大伤，树枝最长的也就200多米。那些人见树枝像蟒蛇一样向他们窜去时吓了一跳，但领头的人喝了一声，他们向后跑了一段距离，到了大荣够不到的地方，然后变本加厉地扔炸弹。我几乎崩溃了，打开窗户，声嘶力竭地用喇叭喊：你们疯了，快入手！冒充警察，制作炸药攻击他人，每一项都够你们进去吃牢饭了。我已经把你们的行为都录像了，你们要是现在离开，我当作没有这回事；要是继续下去，我就报警了。下面的人闻声抬头看我，神情里带着得意和不屑，像是在说让你刚刚装死，现在还不是来求我们？他们半点停下的意思都没有。脚下天摇地晃，大荣像之前对付虫子一样，把其生根都包裹在根部。但人类的狡猾和虫子不是一个等级，他们偶尔把炸弹扔到别的方向，吸引大荣去挡，然后把剩下的炸弹都专门向一处投掷。他们一边伤害大荣，一边哈哈大笑。我浑身发抖，拼命地给警方打电话，但得到的回复是他们还有1个小时才能到。1个小时，大荣能撑得过去吗？我泪流满面。我一边拍摄视频把它上传到网络上，一边试图和他们谈判。你们刚到的时候我就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了。我已经把你们的行为都传到网络上了，你们跑到天涯海角，警察都会抓住你们的。你们到底要什么？只要你们停下来，我都给你们。大荣的动作越来越无力，树根被炸开，对他伤害太大了，而且火也慢慢燃起来了。他用枝条把我包裹住，我知道他想把我送走，我死死拽着他，不肯离开。这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已经把自己的生死抛在脑后了。比火燃烧得更炽烈的是我心里的恨、不甘心。我明明只想和大荣过平静的生活，为什么会遭遇这种事？地面崩裂，天花板的碎块掉落，我被大荣护得好好的，一点伤都没受，但他的动作越来越迟缓了。我闭上了眼睛，心里充满绝望，没意识到不知什么时候震得我天旋地转的爆炸声消失了。许久之后，一道沉稳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里：没事了，同志。我恍然抬起眼，透过被炸开的树身，看见冲天的水柱和蒸汽，阳光第一次毫无保留地照射进来，我看见一架直升机悬浮在外面。我哭到干涸的眼眶中再次流下了泪水。1个月前，救援队回去后，向上面报告了大荣的事，并提交了采集的样本。原本上面并没有多在意大荣，毕竟被报上去的特殊植物很多，大荣算是性情温和的一类，可以延后处理。但当实验室分析了大荣的样本之后，大荣马上被重视起来。
当初大龙提取了杀虫剂，并成功模拟出它的毒性，抵抗住了虫巢。他们做过实验之后发现，大龙的样本可以一定程度上模拟吸收过的成分，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性。于是上面就派遣了一支部队，带着科研人员来对大龙做研究。我报警的时候，他们已经就快到了。听见远处的爆炸声，马上加快速度，这才来得及解救我和大龙。村子里的一部分村民和那群投炸弹的人全部被刑事拘留了。他们都是一伙的，不知从哪里得知我曾经采购过巨额的物资，所以自制了武器，准备来抢。一开始，他们的确是准备把我骗下来的，见我不上当，就直接动手了。数罪并罚，刑期最少的估计10年之内都出不来。此时，大荣身上的火已经被扑灭，但他2/3的树根都被炸毁了，整棵树都奄奄一息。我裹着毯子站在树下，一边心疼他，一边担忧地望着在他身上忙上忙下的研究员，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们向我解释，因为大荣的性状有些特殊，所以他们会在不伤害他的情况下采集材料，并适当的进行实验。他们耐心地安慰我说，他们是正经的官方研究所，不是那些不法组织。他们会格外珍惜大荣这个奇迹的。如果我不放心的话，可以作为大荣的监护人留在研究所。啊，你们要把大荣搬走吗？不是的，他们乐了，是研究分院要搬到这里了。村子里剩余的村民都被迁走了，研究院以很快的速度建造起来。他们配了很多营养液和营养土来帮助大荣恢复。大荣渐渐地恢复了生机。我也不再住在树上，而是在实验室里工作，专门负责安抚大荣。接下来的几年，他们在大荣身上研究出了很多成果。在大荣的帮助下，变异的蔬果和没变异的蔬果结合，研究出了又大又甜的新品种。人们再也不会像上辈子一样吃难吃的食物，吃到吐。天灾慢慢平息，草木依然旺盛。人类侵占大自然的地盘都被吐了回去，而且显然不可能再追回来。人们将在反思中不断进步，怀抱着对自然的敬畏，找到新的道路。